Hello，大家好，我是永豪。正式进入今天主题。疫情后，你们是否感觉周围的东西就如同火箭般的上涨，货物膨胀，你自己的皮包也越来越缩水，平时买的东西也越来越贵，看着自己不断减少的存款，你可能会感受倍增压力。根据2020至2022年的财富表现报告，在这种疫情和不可确定的外在因素情况下，有一部分人，他们的财富平均增长了57%。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如何在经济动荡的时候持续获益的5种方式。第一，高利率会降低借贷成本。这说明了什么？高利率也可以带来低利息的贷款。为何我会这么说呢？这和我们的认知完全不同。在我们认知中，往往高利率就代表着更高的利息要还。不过，一旦你拥有了足够的信用评分，你就会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过去他们在借钱的时候，他们都是有能力偿还，所以他们的信用评分都是比普通人来得更高。就如同你向银行贷款或者申请信用卡，那时候你的信用评分就开始计算。只要你能好好规划自己，善用你的贷款和信用卡，并准时还钱，那就等于你的信用评分比普通人来得更高。一旦你拥有了更高的信用评分，银行就会给你更好的利息优惠。此外，加上你本身拥有的一定的资产，如同房产、土地、股票，甚至现金储备，也能在高利率的时候让银行提供你低利息的优惠贷款。这就是为什么富人可以在经济萧条当中借到更低利息的钱，好让自己的资产不断的增长。第二，降低人力成本。2023年，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大型公司已经陆陆续续裁员。当经济前景不明朗的时候，对于那些有足够资本能够挺过的企业，无疑就是一个好消息。但处于收入放缓以及成本过高的企业，就会想尽办法降低不必要的开销，使很多公司开始裁员，尤其是科技类的大公司。当经济上涨时，他们都大量的扩张，投入不少的人力和金钱去争取这个市场的份额。但随着经济的放缓，大环境就会由攻的一方变去守的一方。在这种经济萧条的时候，员工会特别重视自己的饭碗，很担心自己的犯错而导致失去工作。这时候的企业就不需要特别的高薪或者不断提升薪酬而留住那些员工。这也大大降低了公司的消费。裁员导致到市场越来越多人找工作，形成了企业所需要支付的工资越来越低。这时候更加印证了那句话：公司不会因为你而倒闭的。根据一份2022年的平均薪酬报告，是疫情来袭后经济大幅衰退，而我们平均的薪酬也大幅的下滑。这也许对一个国家甚至大企业的冲击并不会很大，但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这影响是真的蛮大的。第三，透过收购壮大自己。其实往往有危就有机。在高利率的环境下，假如本身的企业足够资本，可以考虑收购一家高质量的破产公司，因为公司改善后也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回报。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公司因为资金周转困难而导致关闭。然而，如果破产公司拥有强大的基础、稳定的商业模式和良好的市场定位，它仍然是值得投资的机会。此外，破产公司的资产通常会以折扣价出售，这提供了买入的机会。打个比如说，在新冠疫情期间，很多航空业者在顾客大量减少的情况下，收入巨减，但开销依然庞大，导致那些公司因此大量的亏损。但是，难道他们拥有的资产是一文不值吗？其实，公司旗下的资产，如同飞机，依然拥有它们的价值，只不过是在疫情时无法给公司产生价值。但必须在购买前彻底评估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未来的前景非常重要，因为要扭转公司的局面，不让公司恢复盈利。所以在收购他人的公司之前，也要慎重考虑可能存在的风险和挑战。第四，购买房地产。趁经济危机，以便宜的价格购买房地产。这时候可能有一些人因为经济压力还不起房贷，导致房子被低价拍卖掉。
这也会有很多发展商在低需求的情况下，为了维持资金正常运转，就会开始以各种促销优惠变相降低房地产的价格来出售。往往这时候，富人将会以折扣的价格开始购买房地产。虽然这时候很多人会告诉你再等等，利率还会再升。如果你买了，就像一个傻子一样，因为资产的价格会不断的缩水，还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没有人知道这个经济衰退什么时候会结束，而什么时候会回升。但无可否认的是，经济萧条后，市场将会迎来一次经济复苏，那时候所有的资产将会迅速上涨，帮助填补之前所有的损失，甚至赚到更可观的收益。就像是《富爸爸和穷爸爸》的作者 Robert Kiyosaki 一样，是靠着金融危机大量购买房地产而致富的，所以到现在为止，他还是非常推崇房地产的投资。好的，我们来到最后一项资产保值，顾名思义，就是我们手头上的现金或货币不再像以前那么值钱。举个例子，以前10块钱可以买6个面包，但如今的10块钱只能够我们买3个面包。加上为了拯救经济，咱们的政府总是增加货币的流通，这就直接导致货币供应过度，而导致通货膨胀。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放在银行里，不断的缩水，不断的贬值。所以避免以上事情发生前，就要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到其他资产上面，比如重金属、黄金、股票、REITs、房地产、艺术品。最后让我们重新复习经济萧条时5大持续获益的方式。第一，高利率会降低借贷成本。一旦我们保持良好的信用评级，我们可以省下额外的利息，提早还完贷款，而因此增加我们的财富。第二，降低人力成本。每当越多人找工作，企业就能更低的薪资招聘所需要的人，因此公司的利润就得以保障。第三，透过收购壮大自己，买下有前景和有基础的破产公司进行重组，并让它度过经济周期，以赚取可观的回报。以便宜的价格购买有潜能的房地产，好让财富随着时间提升。第五，资产保值。随着货物膨胀的影响，与其赚取银行的利息，倒不如转移资产到其他保值资产上。最后，希望影片的内容可以提供有用的讯息，谢谢大家观赏。那么今天的影片就讲到这里，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分享，我们下一集再见，谢谢大家，拜拜。